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有朋友呢，在看了我之前的视频之后呢，和我交流，他有想送孩子去英国留学跟移民的想法开始关注英国的问题，是因为我在几个月以前看到一份报告显示英国竟然是全球百万富翁外流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中国。那这个数据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而之后呢，我看到一系列与大英帝国相关的文章跟报道，这些东西呢，最终刷新了我的认知。所以呢，其实今天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对于英国的一些看法，然后聊一聊这个让很多英国人特别容易破防，又会有一点点扎心的话题。英国呢，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当今世界第6大经济体，按道理来说，其实应该是富人家，家底殷实，对不对？但是现实当中，从我们自己的感受，却常常是另外一番景象。公共的服务捉襟见肘，基础设施老旧不堪，地方政府频频告急，仿佛整个国家都在哭穷。那这个老牌的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那为什么却好像显得特别的穷，处处都是囊中羞涩呢？更让人不解的是英国人其实明明承担了几十年以来最高的税收负担，那问题就在于说，每一年数千亿英镑的这个收入，为什么没有能够带来相应的繁荣呢？天文数字的税款究竟都流到了哪个地方呢？这个视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数字和比较多的信息，请耐心一点，看到最后，我们一起来剥开层层迷雾来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和被忽视的细节背后是怎么样一个缺钱的真相。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英国有非常庞大的国家债务，那这个债务负担到底有多重呢？重到每一年光是支付这个债务利息就要从英国的国家预算当中划走超过1000亿英镑。1000亿英镑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钱呢，其实比英国整个国家的教育预算还要多，几乎是国防预算的2倍。每一年这么一笔天文数字的这个利息支出，在英国人还没有机会看一眼，没有机会畅想怎么样投资未来、改善民生之前，就已经消失在债务的黑洞里面了。我相信网络上比较常见，大家都在说美国的这个债务问题有多严重，一年支付的这个债务利息要等同于他们的年度国防开支和预算。但是没想到英国更夸张，是国防开支的2倍。那如果英国的经济能够像美国那样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增长势头的话，我相信哪怕背负一个高额的债务，或许也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残酷的现实就在于说，英国的经济这几年几乎都是停滞不前的。我们看一看人均 GDP， 这是一项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关键指标。那英国很可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新冠疫情以前的水平。而回想起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的话，其实英国的经济每一年保持年均大概 3% 的增长，其实是一个常态。那个情况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个经济增长的节奏。但是现在呢，增长乏力，甚至出现了这个生活水平的停滞，来自于倒退。那这种所谓的高负债加低增长的组合，实际上给英国政府制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糟糕局面。自然而然的，我们也想追问下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英国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什么英国的经济引擎现在熄火了呢？我想这个答案主要指向2个方向。第一点就是投资率实在是太低了，无论是政府的公共投资还是企业的私人投资，在 G7 这个富裕国家俱乐部里面，英国都在垫底。特别是自脱欧公投以来，因为这个面临很多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多的私人投资者都会望而却步，而公共投资的力度远远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那讲到投资不足的话，这里有一个极具英国特色的故事我们来猜一猜，自2012年以来，英国到底新增了多少高速公路的里程呢？答案是，过去13年，英国总共新增了高速公路里程82英里。你没有听错，不是82万英里是82英里。而同时期呢，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也就只是增加了大概8.74万公里而已
毕竟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没有办法跟那些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比较，对不对？人家老早就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呢，这个事情比较魔幻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英国它新增的高速公路里程当中有58英里，是因为它的国家测绘局采用了更新的技术，然后能够更精准的测量高速公路的里程。所以呢，这个58英里实际上是因为地图画得更精细而凭空多出来的。英国真正投入了真金白银来建设并且开通的新的高速公路的里程，实际上只有24英里。那这就意味着什么？那这就意味着过去13年英国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成果竟然小到可以被技术进步带来的这个统计的幻觉跟测量的误差而可以被忽略不计。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的第二个关键因素也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就是英国的公共部门的这个生产力比2019年下降了 9%， 公共部门花钱的效率是下滑的非常厉害。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很多英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切肤之痛。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来自于英国人引以为傲的 NHS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呢，每一年掌控着2000亿英镑的巨额预算，然后近年来每一年政府又额外投入数百亿英镑，想要尝试改善他们的医疗服务的这个效果，但结果并不让人乐观我相信很多英国人都会抱怨说，他们看个病要等候 N 个月 N 年，然后急诊服务早就已经不堪重负了，前线的这个医护人员他们精疲力尽，然后民众的各项就医体验并没有得到什么显著的提升，钱是大把的花出去了，但是这个医疗的效率跟服务质量却都没有跟上。而国防采购领域更是这个效率低下的重灾区2年半以前，英国皇家空军他们急需一批新型的直升机，然后就在这个采购合同即将敲定的最后一刻，国防部突然决定必须要引入竞争，哪怕其实这个流程并不需要竞争，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就2家外国公司被邀请来参与这个竞标，但是呢，他们在耗费了大量的这个宝贵的时间、金钱跟精力以后，最终发现被耍了，所以在最后的这个竞标的关头，双双选择了退出。所以呢，直到现在，我们这个皇家空军他们连新直升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过，所以也难怪前几天这个英国首相喊着要派兵去保卫乌克兰，结果后来却发现全国能够实战的坦克恐怕加起来只有25辆。那英国人花钱办事的效率，不要说跟美国人比了，与这个欧洲大陆比，其实都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以这个举国瞩目的 HS2 高速铁路项目为例他们每一公里造价的这个成本远远超过了法国、德国，达到了一个让人咋舌的数量级。以及他们正在建设当中的新克利角 C 核电站，这个建设成本也是飙升到了国外同类型核电站的整整4倍。仅仅这2个项目，据估算就比竞争对手要多花600亿到700亿英镑。核电站的建设成本这一块，我就不拿中国的数字出来对比了，因为实在是太欺负人了。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马斯克的新建，它的研发成本呢大概是100亿美金左右。那作为对比的话，英国这条110英里的铁路就要耗资将近840亿美金，这个是新建研发成本的将近9倍。要知道，它这个铁路项目并不是磁悬浮或者什么更先进的技术，而是一些老技术。而这个线路的距离其实也短到骑自行车的话，你只需要1天就能够到达。所以呢，这些简化的对比足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英国在重大项目上存在惊人的这个浪费和低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相信关键的原因在于说，英国国家机器的某一些部分，这个运作方式和奖励的机制似乎与这个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社会财富这些核心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错位跟逆转。英国这种极其低效的采购流程长期忽视对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进行维护和管理，以及一种被称之为所谓财政部大佬的这种
过度关注短期成本控制而忽视长期价值的思维定式。另外就是数不清的委员会跟一些半官方的慈善组织或者是环保组织组成的重重关卡，严重的限制了、阻碍了英国经济的这个成长。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为了修建一条连接伦敦尤士顿站跟这个伯明翰站的这个铁路，就需要获得来自于不同机构的8276份同意书和公章。8276份啊，这个数字背后所代表的这些所谓的公共机构，他们是真的关心政府的效率，关心人民的福祉吗？还是说其实只关心自己的权利跟管辖范围，只关心自己代表自己这个机构的表格有没有被打勾勾呢？其实我反倒看到英国这个数字没有特别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对比一下，欧盟在2019年至2020年5年间就制定了将近14000项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不难想象欧洲大陆跟英国这种官僚机构臃肿浮夸、人浮于事，然后工作低效浪费的情况他们制定了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不必要的监管，所有的这些繁文缛节到底会怎么样阻碍经济发展跟企业创新，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这里呢，还会有相当多的这个耗资巨大的所谓的大 project， 常常是打着这个环保或者是道德的名义大行其道，但项目的实际的效益往往是微乎其微，难以证明实际的效果，或者根本没有人关心效果怎么样。举个例子，英国耗资 1.2 亿英镑修建了一个所谓的蝙蝠隧道，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数据来证明花费上亿英镑挖这条隧道是不是真的支持野生动物的一个最佳途径，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呢，英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其实也快撑不住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让他们有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去提供社会关怀的服务，然后但是却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财政上的支持跟援助。在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好是可以期待的嘛，对不对？在贝德福德郡中部一个儿童或者成人看护的个案一年要花掉当地政府75万英镑，这个数目相当于当地图书馆跟休闲中心全年预算的1/4，而且数字还在飞涨。而儿童技术看护的费用，每个孩子每一年的平均花费从大约20万英镑现在已经飙升到30万英镑，这个涨幅很大，但是钱去了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还有就是在特殊教育学生的交通费，短短4年当地政府的预算从900万涨到了2000万英镑，那这一笔钱呢，又大致已经相当于当地政府在交通、道路、停车图书馆、休闲、住房、福利、公共安全跟这个动物保护所有预算的一个总和了。而当地在这个特殊教育服务上面的超支，明年预计会达到20亿的英镑。那所以一看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财政困境，就会有人说应该要加税，得加钱。那这种思路就是非常典型的懒政，他们完全不考虑对于广大苦苦挣扎在这个生活成本危机当中的普通英国老百姓来说，已经目睹了上述种种的浪费、低效跟管理不善以后，还得为这些完全不靠谱的政客来买单。我相信这些老百姓一定会觉得这种加税的提议是极其荒谬、心寒，而且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他们还完全不考虑英国有一个居高不下的住房成本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英国会这么穷呢？我相信答案并不是说真的缺少财富，而是财富的这个流动和使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巨额债务利息的吞噬，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投资的严重匮乏，公共部门触目惊心的低效率，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所有这些压在英国中产阶级身上的大山，共同造就了今天英国普通人所感受到的贫困感跟停滞感。这一个现况对于最近几年移民到英国的香港新移民来说，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儿。
当然呢，所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只是触及了非常表面的经济层面的一个因素。想要更深层次的去挖掘，就必须要问，为什么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在英国体现出来？为什么是过去这10几年民主政治的这个纠错机制在英国完全失效了？那今天受限于篇幅，我们没办法展开。但是呢，我相信对于所有的英国人来说，想要打破僵局并且走出困境的话，不能够再寄望于这个宁敲碎打或者修修补补了。大英帝国想要重振雄风的话，需要的是有人站出来然后进行根本性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扭转这种劣势。今天呢，关于英国为什么会感觉如此贫困的一个剖析就到这里我们的这个涉及到的数据跟信息点有点多，希望做的不是想要无脑黑英国，而是引发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跟讨论。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如果艾森今天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艾森的频道。您的支持呢，是我继续创作视频的最大的动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